在加利福尼亚纽波特海滩的富裕社区，一个阳光明媚、宁静的下午，一座豪华的别墅笼罩在诡异的沉默中。3个孩子在公交车站困惑地等待着从未到来的父母。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那天晚上，一通来自陌生加油站的奇怪电话点燃了怀疑的风暴。他们去哪儿了？为什么看似完美的生活会变成无法逃脱的噩梦？加入我们，一起探讨这个案件的犯罪纪录片。在2012年10月10日，纽波特海滩的街道宁静而祥和，每个整洁的社区看起来都经过精心打理。然而，在这个独特住宅区的高墙背后，一场悲剧正悄然展开。那天下午，像往常一样，校车准时到达，温柔地把孩子们送下。在这个时刻，父母通常会微笑着等待迎接他们的孩子，但今天有什么不同？3个查德威克兄弟站在那里，四周没有父母的身影。大哥忧心忡忡地拿出手机拨打家里的电话，却只听到无尽的无望铃声。时间沉重的流逝，朋友们一个个被接走，只剩下2个兄弟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公交车站。夕阳的余晖中，他们的影子渐渐拉长。目睹这一切的邻居眼中带着善意，温柔地走过来询问，并提出要送他们回家。他们到达查德威克大厦时，门铃响起，似乎在呼唤空荡的空间。他们只收到了沉默，令人恐惧的沉默。邻居感到一阵寒意袭来，心中不由自主地涌起一丝不祥的预感。他们再次尝试拨打孩子们父母的电话，但依然只听到无人接听的铃声。意识到情况不对，邻居毫不犹豫地决定报警。接到报案后，警察立即赶到现场。高档社区内居住着许多名人，包括 NBA 明星科比、布莱恩特。查德威克大厦是一座价值250万美元的宏伟双层建筑，成功与财富的象征。警员们在门口不停敲门和呼喊，急切的声音越来越高，但大厦依然诡异的沉默。经过简短的讨论，随着担忧加剧，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强行进入并搜索整座房子。一跨入奢华的室内，便感到一阵令人不安的气氛笼罩着他们的心灵。在厨房，他们发现了一顿被打断的午餐，食材散落在桌子上，仿佛厨师突然被打扰，匆忙离开。当警官们继续进行系统的搜查时，他们进入了主浴室，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真正可怕的场景。地上散落着破碎的花瓶和玻璃杯，浴缸边缘沾满了令人恐惧的血迹。更令人担忧的是，排水区明显沾有血迹，墙上也印着新鲜的红色血滴。整个场景描绘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画面。这个优雅的空间刚刚经历了一场暴力而残酷的冲突。床头柜上有一部充电的手机和一枚精致的女性戒指，这是一个无声的迹象，表明女性主人匆忙离去。房间角落的保险箱门大开着，像张着的黑嘴，里面的物品全部被拿走。这混乱的场景与这座豪华别墅通常的精致优雅形成了痛苦的对比。调查人员互相交换了眼神，无需言语，他们明白自己面临的情况远超普通失踪案。他们立即请求访问邻里的监控摄像系统，希望监控录像能揭示出关于这里发生的真实情况的有价值线索。监控录像中浮现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一辆白色 SUV 在那天命运多舛的下午1点30分左右缓缓驶出车库，悄然驶出住宅区，消失在街道尽头的地平线上。值得注意的是，彼得·查德威克独自坐在驾驶座上，车内没有妻子崔楚的身影。这一信息让调查人员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这个方程式充满了不一致的变量：丈夫开车离去，妻子失踪无踪，家中场景经历了暴力冲突。
所有这些不相干的片段形成了一幅令人担忧的画面。调查组正在寻找线索时，第二天黎明出现了突发转折。来自圣地亚哥一个加油站的紧急电话，距离案发现场数百英里，将案件引向了全新的方向。电话那头是彼得，他们正在寻找的男人。他的声音在电话线上因极度恐惧而颤抖，讲述着超乎想象的可怕故事。我在水晶加油站。他破碎的声音在急促的喘息中传来。我妻子死了。紧急调度员立即坐直身子，开始在键盘上输入警报代码。谁伤害了你的妻子？他们带走了她。彼得结结巴巴地说，声音颤抖。他们是谁，先生？那个闯入我家的人。他开车带了一个同伙，他们现在已经走了，他们和卡车一起消失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们昨天杀了他。彼得的声音哽咽了。昨天，当我们还在纽波特海滩的时候。你能辨认出攻击者吗？胡安。是胡安。哪个胡安？你怎么认识这个人？我雇了他。彼得结结巴巴地说，来粉刷房子，我亲自让他进了我的家。这个悲剧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昨天中午，大约11点。彼得的声音在继续之前陷入了一阵寒冷的沉默。他们在保留他的尸体。他们威胁要肢解他。谁在保留你妻子的尸体？胡安和陈。所以他们在你妻子上午11点去世时带走了她。是的，他们把她塞进了车里。你怎么知道你妻子已经死了？她淹死了。在彼得补充说，我被迫跟他们一起上车之前，有一个不寻常的停顿。他们说要肢解她的身体。警官注意到故事中的不一致之处，但保持了冷静的语气。请确认你的全名。彼得·查德威克。在他的详细陈述中，彼得描述了导致他妻子死亡的一系列悲惨事件。他雇了一位名叫胡安的画家来粉刷墙壁。事情从中午开始，彼得带胡安到2楼检查情况，然后下楼到客厅拿一些文件。此时，他的妻子崔楚正在楼上的浴室洗澡，完全不知道家中有陌生人。在彼得下楼后的短暂时刻，楼上传来一声惊恐的尖叫，打破了宁静的氛围。心脏狂跳，彼得急忙冲回楼上，却目睹了一幕噩梦般的场景。胡安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闪亮的刀，而崔楚则无力地躺在地上，毫无生气。在彼得反应过来之前，胡安将刀刃抵在他的脖子上，迫使他将妻子的尸体放进车后座并开车离开。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彼得不得不顺从，开车长途跋涉到圣地亚哥。到达后，胡安遇到了一个名叫陈的同伙，他们一起将崔楚的尸体转移到一辆皮卡车的后面。他们把彼得留在附近的加油站，然后朝墨西哥边境驶去，带走了这起可怕罪行的证据。彼得颤抖着双手，心中惊慌，在加油站找到了一个公共电话，拨打了这个绝望的电话。坐在紧急调度中心911接线员听过许多奇怪的故事，但彼得的叙述让他感到真正的怀疑。他的眼睛微微眯起，快速移动鼠标，记录故事中的矛盾。为什么一个画家会突然袭击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他在心中思索，同时在电话中保持专业的语气。思绪继续流转，没有动机，没有历史，工人为何要冒着在顾客家中谋杀的风险？时间线让一切变得更加可疑。彼得声称他下楼不到1分钟，但在这极短的时间内，凶手竟然能袭击、杀人，并导致受害者溺水。成年人怎么可能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被淹死？而最不合逻辑的一点是，什么样的男人会在妻子如此脆弱的情况下，把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留在浴室附近？专业的直觉促使他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先生，您在服用任何药物吗？他问道。他的声音依然温柔却又犀利。没什么大不了的，彼得有些犹豫地回答。没有，没什么坏事。
调度员的手在保持与彼得通话的同时，秘密激活了定位追踪协议。每一秒对他的同事们来说都至关重要，以准确定位这个人。现在重要的是让他保持通话，不让他挂断或离开加油站。我明白了，查德威克先生，他温柔而富有同情心地说，我需要你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发生了什么。你能更详细地描述一下这个名叫胡安的男人吗？在他平静的外表下，他的脑海中分析着这个不可信故事的每一个角度，同时另一只手默默地输入紧急代码给响应团队。嫌疑人表现出偏执的迹象，可能与谋杀有关。定位位置，小心接近。转眼间，巡逻队已包围了彼得藏身的加油站，气氛紧张，警员们走近，调整着盔甲，准备应对任何情况。然而，他们遇到的并不是一个激动或惊慌的嫌疑人，而是一个异常冷静的彼得·查德威克。他坐在那里，面露不安的平静，仿佛在普通的一天等公交，并不是一个刚目睹妻子被残忍谋杀的人。没有流泪，没有颤抖，没有任何失去亲人后悲痛或惊慌的迹象。这种不合时宜的平静让调查人员感到专业上的警觉。在护送彼得到安全地点进行询问时，加油站的明亮灯光揭示了更多可疑的迹象。脖子上的划痕似乎是绝望中被指甲抓伤的痕迹，在他的右臂上，牙齿留下了完美的弧形印记，人类牙齿的痕迹，而他手指上的干血则形成了黑色的结痂，像是无法洗去的秘密。如果有人用刀威胁你，受害者怎么会在你身上留下如此明显的防御伤？持有武器的攻击者会保持安全距离，不会让受害者靠近到可以咬、抓或挣扎的程度。这些伤口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近距离搏斗的故事，两个彼此非常熟悉的人之间的挣扎。牙齿印记只能在受害者绝望时作为最后武器形成。脖子上的划痕表明是反抗的迹象，而非攻击者的计划攻击。每一处伤口都是彼得与妻子之间亲密、暴力且致命冲突的可怕画面的一部分。随着调查文件的增厚，彼得故事中的矛盾变得愈发明显。调查人员提取了这个高档社区的整个监控系统，结果完全与彼得的陈述相矛盾。在那命运多舛的一天，没有陌生人进入查德威克家的大门，没有名叫胡安的画家，没有入侵者。在白色 SUV 指载着彼得离开房子的那一刻，屋内只有彼得和驱出2位居民。彼得生动描述的人物，恶毒的胡安和神秘的同伙陈，似乎只存在于他编造的故事中，没有任何证据确认他们的存在，甚至没有一张模糊的图像从数十个摄像头捕捉到彼得所虚构的影子。随着调查人员分析初步审讯，矛盾层出不穷。就像一个忘记剧本的演员，彼得不断改变他故事的细节。起初，他声称自己是一个不情愿的目击者，目睹杀手带走他妻子的尸体。他在几个小时后提供了尸体处理地点的精确细节，甚至到厘米，只有直接参与此事的人才能知道的信息。你怎么知道你妻子被带到那个偏远地区的哪个垃圾桶？首席调查员问道，目光紧盯着彼得。除非你就是把他放在那里的人。每一个矛盾的细节就像一块砖，逐渐筑起一堵坚实的怀疑之墙。彼得的故事逻辑不通，且与外部证据相矛盾。真相的网像收紧的圈，逐渐将试图用荒唐故事掩盖罪行的男人包围起来。面对警方的怀疑和证据，彼得起初试图逃避，但在不可否认的证据面前，他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他被迫承认自己编造了这个故事。2个角色，胡安和陈，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是他精心构建的谎言，旨在掩盖他的罪行。那么，是什么驱使他谋杀自己心爱的妻子？在完美的模范家庭表象下，隐藏着怎样的冲突和秘密？
警方必须深入挖掘他们的过去，以澄清这个震惊案件背后的真相。彼得当时48岁，拥有双重的英美国籍。作为亚利桑那大学的学生，他结识了比他小2岁的马来西亚华裔女学生崔楚。他们很快互生情愫，步入婚姻，并迎来了3个可爱的儿子。在朋友、邻居和社区的眼中，彼得和崔楚总是被视为令人羡慕的一对，成功、幸福且充实。彼得在房地产领域迅速建立了声誉，凭借敏锐的眼光和出色的商业能力，短时间内他积累了可观的资产，成为当地的佼佼者。与此同时，崔楚则是家庭女性的典范，温柔、能干且专注。她负责家庭的一切，细心照顾3个儿子的饮食和教育，总是让邻居们印象深刻，家里干净温馨。查德威克一家不仅富裕，而且非常亲密。他们定期举办聚会，邀请朋友们共进晚餐和分享快乐。家庭旅行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整个家庭一起享受大自然，留下快乐的时光。在周围人看来，他们是人人向往的理想家庭的典范。然而，随着岁月流逝，3个孩子长大，原本幸福的婚姻开始显露出裂痕。在调查中，警方发现了一封藏在衣柜里的手写便条，上面是彼得电脑的摘录，其内容令人毛骨悚然。详细信息涉及酷刑、堕胎费用与异性按摩的内容。警方怀疑这是崔楚在发现丈夫的不当行为后悄悄录下的证据。更令人心碎的是，彼得不仅背叛了婚姻的信任，还携带了一种不健康的疾病，传染给了自己的妻子。面对这种背叛和巨大的伤害，崔楚多次想要离婚，结束这段腐烂的婚姻。但每当他看到3个年幼的儿子，想到他们在破碎的家庭中长大，母亲的心又软了下来。他深深地爱着孩子们，总希望他们能在完整的家庭中成长，即使他的配偶已不再值得。崔楚曾试图修复这段破裂的婚姻，希望彼得能改变，回归家庭。然而，他不仅没有克制自己，反而变得愈发堕落和放肆。意识到这段关系已无可救药，崔楚决定站出来，为自己和孩子们争取正义。她聘请了专业律师，悄悄收集丈夫出轨的证据，并开始审查他们的共同资产，准备进行一场毫不妥协的离婚。当诉讼正式开始时，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激烈爆发，资产分割问题成为最大的冲突点。彼得拥有一家价值数千万美元的房地产公司，而崔楚认为，凭借他多年来为家庭的付出，他完全应得相应的资产份额。但彼得并不这么认为，他害怕自己巨额的财富会被分割，开始寻找隐藏财富的方法，甚至悄悄转移资产以逃避责任。事件发生前几天，崔楚仍像往常一样给他的小儿子辅导数学，和大儿子享用亚洲美食，细心规划感恩节，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然而，他无法想象，一个噩梦正逐渐逼近。在2012年10月10日的早晨，像往常一样，奎楚正在温馨的厨房里准备午餐。彼得走了进来，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讨论紧张的离婚问题，言语很快升级为激烈的争吵。从客厅到浴室，两人激烈的互相争斗。后来，邻居们回忆起那天，他们听到了彼得家传来的可怕尖叫声，但几秒钟后，一切又恢复了沉寂。大家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家庭争吵，没有人拨打报警电话。法医报告显示，崔楚首先被勒至失去知觉，然后被淹死，他的身体满是伤痕。根据彼得后来的证词，犯罪后他的脑海一片空白，只想着如何掩盖罪行。他随意丢弃了沾血的毛巾，从保险箱里拿走了钱，试图制造抢劫的假象。之后，他用毯子裹住 K 的尸体，放在 SUV 的后座上，开车前往圣地亚哥。他把妻子的尸体扔进垃圾桶，想让她永远消失。
关于寻找尸体的事情，命运似乎早已注定。警方根据彼得的线索，在偏远山坡找到一个大型垃圾箱，在里面，他们发现了崔楚的尸体和他的钱包，里面有绿卡和$10,000。这个垃圾箱本该几天前就被搬走，但由于费用争议，没有人来处理。正因为如此，尸体得以保存，成为定罪的重要证据。在彼得被捕后，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由于他是当地知名的房地产大亨，拥有社会地位和可观财富，他的法律团队申请了保释。经过谈判，2个月后，彼得以$1亿的高额保释金暂时获释，但他必须遵守一系列保释条件，包括交出护照、定期向警方报到，并在等待审判期间与父亲一起住在圣巴巴拉。在保释期间，彼得表面上配合司法程序，准时参加听证会和调查，但实际上他一直在计算如何逃避法律惩罚。他甚至知道，如果被定罪，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监禁，他辛苦建立的资产和地位将会化为乌有。因此，彼得秘密开始策划他的逃亡。首先，他秘密转移了数百万美元，从银行账户中分散到多个隐藏账户，以确保逃亡生活的经济安全。与此同时，他购买了几本生存指南，学习逃脱和伪装技巧。最终，在2015年1月的第10次法庭会议上，彼得未能准时出庭，他消失了。当得知他失踪的消息时，警方迅速前往他父亲的家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几本书，包括《如何改变身份》《逃亡生存指南》等等。警方还发现彼得从家庭信托账户中提取了60万美元，并通过信用卡提取了大量现金。不仅如此，他在电脑上留下了许多误导性线索，比如搜索前往加拿大的旅行记录、南非的机票收据，以及如何在墨西哥生存的信息。警方通过检查机场监控摄像头追踪他的行踪。监控录像显示，彼得穿着女装，乘出租车前往机场，但他并没有登机，而是在机场四处游荡，似乎在观察周围。6小时后，他进入一个洗手间，换回男装，把手机扔进垃圾桶，然后再次乘出租车离开机场。彼得的失踪使案件陷入僵局。警方意识到抓捕这个狡猾的罪犯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不久，3年半过去了，依然没有线索，但他们没有放弃，反而加大了调查力度，将彼得列入 FBI 的15名最通缉逃犯名单，并悬赏$25,000美元，希望收集相关线索。与此同时，纽波特海滩警方甚至创建了一个专门的博客来宣传此案，试图从大量信息中找到一些线索。天道酬勤。在2019年2月，警方终于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给案件带来了新的希望。原来在逃亡期间，彼得一直使用化名迈克尔·史密斯，藏身于墨西哥的角落里。最初，他住在豪华酒店，但当酒店开始检查护照时，他不得不频繁更换住宿，寻找不需要登记的小旅馆。为了避免调查，彼得伪造了许多文件，包括美国驾照和加拿大护照。最搞笑的是，他甚至制作了一张特工证。凭借这些假文件，他在墨西哥自由活动，成功欺骗了许多人，甚至包括当地警方。他在不同地方做临时工作，有时当餐厅服务员，有时当厨房助手来维持生计。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名匿名举报者向警方透露，他们在墨城东南的普埃布拉市发现了一名与彼得非常相似的可疑人物。警方立即展开行动，与墨方协调，对该地区进行全面搜查。2019年8月，在经过长时间的监视和调查后，警方终于在一处简陋的住所抓住了彼得。此时，他的外貌已经有所改变，染了黑发，留了胡子，试图躲避抓捕。警方在他的住所发现了许多重要证据，
使他无法否认自己的身份。彼得·查德威克的被捕标志着这起长达数年的谋杀及逃亡案件的重要突破。他将被引渡到美国，接受法律审判，为他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对于归处的家人和朋友来说，虽然这个消息来得有些晚，但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他们期待着正义的实现，让逝者得以安息。在审判中，警方提供了一整套证据链。在归处的指甲下发现的皮肤样本属于她的丈夫彼得，这表明两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浴室里，除了这对夫妇的血液外，没有发现第三者的血液。此外，在垃圾箱中处理尸体的现场，包裹尸体的毛毯纤维分析发现，材料与查德威克家中的毛毯完全匹配。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彼得处理尸体的行为，还进一步强化了他的罪行，使证据链更加完整。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10年后的2022年，他终于与警方达成了认罪协议。最初，检方指控他一级谋杀，但经过一系列法律斗争，检方最终接受了2级谋杀的认罪协议。根据协议，彼得放弃了上诉权，判处15年到终身监禁，之前的拘留时间不计入刑期。在判刑后，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虽然彼得在认罪时哭泣，称他的妻子是个伟大的母亲，自己毁掉了一切，感到非常懊悔，并向他的3个孩子道歉，但归处的家人认为这些只是彼得为了减轻刑罚而留下的假泪。城县地区检察官回应质疑，称判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考虑到了崔楚的家庭，尤其是他的3个儿子，在经历了母亲被谋杀和父亲逃跑等一系列重大打击后，身心俱疲。如果进行漫长的审判，孩子们将再次面对父亲杀死母亲的残酷细节，这无疑会给他们带来第2次创伤。接受认罪协议可以帮助案件迅速结束，让孩子们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继续生活，这也是对受害者亲属的一种保护。彼得·查德威克的案件表面上是模范丈夫，内心却是冷血杀手。经过近10年的不懈追捕，终于结案，但损失永远无法弥补。崔楚在46岁时去世，留给3个年轻儿子未实现的希望与爱。曾经温暖的家，现在只存在于破碎的记忆片段中。最终，正义得到了伸张，但代价沉重。崔楚的牺牲和3个孩子破碎的童年，将永远留在留下的人的心中，成为无法愈合的伤痛。这就是今天的案件。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